我叫阿辉。视频中的这位男主呢，就叫阿辉。你穿个拖鞋，穿个短裤的就是这样子看你。哇，也不用买的我啊，好像有一些看不起的，就是啊，我就想有钱我都不跟你买啊，你这样的服务态度。我知道啊，我们在底下的观众留言常常会谈到说，哎呀，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从小接受的教育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做事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泛泛的这样来说是不够的，就是要深入一个又一个的实体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马来西亚人，看他们是怎么做事的。我个人是活得比较简单一点，我觉得，所以就是我付出也不一定要回报，就是至少我付出，大家就是我们相处会觉得开心，而不是压力，这种感觉会比较好。如果是各个进到来都是哦，你拿钱来，你拿钱来，你拿钱来，谁还会过去特地找你？一找你就想到是钱那些，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太喜欢这样子啦。眼镜店的特殊地方在于啊，它需要蛮多的专业知识。我们如果缺乏这些专业知识呢，就比较容易被店员带入到他所设定的价格和场景之中。阿辉他作为一个销售员，他是怎么样考虑问题的？他会给顾客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？服务到底重不重要？他的个性又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今天和他的采访就想要呈现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好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怎么判断我是可以做生意这个客人？如果是顾客进到来，我们第一个的感觉就是不管他们有没有买都好，我们都是会尽量给好我们的 service 给顾客的。因为就算顾客今天是 window shopping 的话，如果是他对你的产品、你的 service 服务态度，他觉得你很好，他就是会有一个印象，觉得哦，这间店会有这样的给我的服务，虽然我只是 window shopping。所以改次如果是你们也会走去其他的眼镜店看，你会觉得突然间你进到别间，可能别间的态度或者服务没有像我们这样子，你会想到就是哦，这样子我会回来那一间会比较好。所以就是我们对顾客都是一样的，是不会选顾客哦，你没有买啊，你没有买有没有买我都好像要不要 serve 你，要不要服务你这样子，我们都是尽量做好自己。而且你们竞拍上面也没有打那个价格，我要么就尝试一把，就冒个险吧。然后开始就验光什么的，对的，那个女生的那个店员就非常仔细的让我一个个比，然后比下来的感觉就是说就非常好，就非常周到吧。再到后面就是选镜片的这个过程，我本来已经想好，可能你们要给我推荐超薄镜片，因为我以前我近视已经20-30年了，所以说每次都会被推荐说啊，你这个的镜400度，接近500度的话，你这个要很厚的镜片。如果是就像我上次来所说的，其实我们会根据顾客的度数而衡量，我们会给顾客一个推荐，看顾客如果是那个已经是足够顾客的需求，我们就是给到顾客足够的东西就好了。除非是那个顾客会跟我们要求说，哦，我要很美，要很完美的，完全看到会零瑕疵这样子，不要讲很厚。所以顾客也有这种要求，我们当然才会去搞更薄的给顾客，而不是顾客进到来就肯定要拿这样的东西。因为有时顾客会觉得一进来就卖我这样贵的东西，结果其实我的度数不需要去到那么贵的东西，反而我来你这里，你一定要我拿这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会白给比较多钱对。就总体来说，大家这种同行之间的这种竞争压力大吗？其实在马来西亚这里，其实同行竞争的话就稍微要看了。其实说不会说同行就是同敌，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同行都是开眼镜店的，而且我们还会偶尔出来喝下茶，我们互相讨论一下问题。有时我们会了解到眼镜行需要注意什么，就是需要交流。除非是像那种可能比较老店一些的，可能他就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就会觉得你们是同行就是同敌。其实大家做的东西都方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。对我来说，我注意到有一个词你是一直提的，就是服务。对，甚至你我们上回来你说做眼镜其实是做服务嘛，对。但是在我们消费者来理解，做眼镜应该就是做眼镜啊，就是实物嘛，就是验光准不准，产品好不好，价格贵不贵。对，你为什么觉得做眼镜是做服务呢？因为首先第一，我个人不是比别人特别还是什么，就帅一些，这也是服务。对，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就像我们卖服务，就是我们其实是比较服务态度会比较好。当如果是有一天你进到去，那个人就是远远这样子盯着你看，也不会上前去询问你需要些什么，你要找怎样的款式，你要找怎样的类型，而且
可能你也是要做一种怎样讲那种 service， 就是顾客可能我要来调整眼镜啊，是要洗眼镜这种是类似的东西，你反而会觉得比较压力，远远的人家盯着你。如果是我是那个服务员，我会当然上前询问顾客需求些什么，需要找些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服务是要做到比较好。对，我觉得你是正好，因为我们碰到过有一些，就像你讲，站得远远他也不说话，还有一些呢就太过热情，说哎 boss 啊，然后就一路就跟着你，跟人说一定希望你要买这个东西，但你的这种专业然后细心，就感觉是正好。你上回说，做服务也是跟马来西亚就这些华人是吧？所以这个口碑很重要，是有关系。那通常华人会比较注重那种 service 还有态度的东西。其实就好像我们去 A 商店跟 B 商店，两个如果是卖是同样的东西，可能 B 的商店会稍微贵了一些，而 A 的会便宜一些。可是 B 的那种态度，而且 service 的话完全不一样。我自己本身我会去贵一些的，而且他们也是讲到非常的清楚，我宁愿花多这几十块去买人家更好、更专业，然后解释到更详细的东西给我，而不是去便宜的。而且一进到来什么都不讲，就是就知道你要便宜的我就不要给你 service， 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就是类似是像这样的东西。也就是说明服务是可以转化成销售额和利润，是可以转成 revenue 和 profit。对，如果是你服务态度好，我相信顾客，我们跟顾客之间产生了一种信任的话，顾客会无条件信任你，而且会回来继续再光顾你。反而就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东西，就是一起走到更长远，而且你也不用就是顾客也不用担心我去欺骗顾客，可能我跟他解释这个给他那样东西，又不需要担心，因为已经有了建立的信任在那边。我们就是一周就又回来了。阿辉，那你很注重服务，实际上是不是你的业绩、你的销售额就特别好？其实还好吧，只能说还好吧。因为顾客的话，现在很多顾客都是厌不认人。我在以前工作的那方面是有一些回头客，那种就是少数的认人的，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信任感，就是信任程度，所以我就会相信我继续这样的服务，我会慢慢累积到我有一般好的那种回头客这样子累积的这样子。会积累嘛，因为你才慢慢这些成绩都是慢慢积累，其实是什么都是一个脚步慢慢来的，而不是一步登天。那马来西亚因为人少，如果你万一去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比方说你去印度开眼镜店的话，你还会坚持以服务为主要的这种提供吗？如果是说去到人口很多的地方，其实我们就是要看那边的生活方式，那种是属于是怎样的。如果是以前我在商场做遇到那种很急的顾客，我根本都是卖不了服务给顾客的，是因为有很多顾客，比如说排队的，而且我也是可能现在像如果是比较少顾客，我可以跟你聊1-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在人口多的，全部都是排队等着的话，其实服务那些也难免都是会少一些的。你说的对，就服务是有成本的，需要一些时间。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大小的店面，可能也适合你，也适合顾客需要服务的顾客。对，所以老板说你也很对，一切都很适合。因为以前在商场就是遇到回头客，就是 regular 的话，因为我已经有一组顾客，他们也愿意等我，因为就等我已经 set 好，就是做好一个顾客才轮到他们也愿意的。遇到这种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迈步，我就是会尽量做好自己的本分。其实就我来观察，我觉得这里跟商场的这个眼镜店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其实这里面的客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小。然后你在眼镜店里，你在商场里面的眼镜店，它主打的可能是性价比高，它会有套餐。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做比较中等的那种价位，就比如讲300-400块、100多块一副这样子，而我们不会选择就是38、68、98那种眼镜，因为其实我在这个行业之中，我会觉得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分钱一分货。我有遇过的东西就是可能我卖过那样的东西，以前顾客带着100多块的东西，然后我会问顾客要不要拿好一些的东西，就比如说200块的东西，过后顾客带了200多块的东西，我会可能隔了1个月那样，我会去问他带到怎样，他们会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个上次比100多块上次那种好，
而不是比如说我今天卖你38、68、98那种，顾客带了过后就是我要便宜吧，我也不会有什么效果，就是这种的顾客，我觉得就好像 touch and go 这样子，就是一次性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就你现在这个，我认为你已经脱离了，就是买眼镜的顾客纯粹是为了解决近视的问题，它是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美感的追求。所以其实也是有那句话，就是便宜的东西未必不好，可是好的东西就是肯定不便宜啊。对，所以就有很多人就想着哦，我拿越贵越好越贵啊。可是我们换个角度去想，我们站在顾客的立场去想，可是这个的话，其实本来500块可以做好的东西，我卖你1000块，可是我现在帮顾客省了那500块，顾客会想到哦，其实你会站在顾客的立场讲，可能因为也不是每个顾客都是比较很有经济能力嘛，有一些当然是能省就省嘛，因为生活这些成本我都起了还是什么的啊，所以有一些顾客会想到哦，这里还会帮我节省那几百块，可能我这几百块刚好我在生活需要上可以买到他们的生活用品，会比较好一些啊。其实你非常为顾客着想，觉得对，我在我的朋友圈昨天发了一个，立刻就有朋友跟我说在哪里我也要来配镜，因为他们也很感动，就是中国的朋友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，所以很好的。对，还是有很好的一种这个能感受到你的服务，就是你们的这个服务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购物体验，对，导致我们都想把它给记录下来。谢谢你们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配镜体验。对啊。您都已经看到这儿了，我希望您可以给我一些支持，比方说点一个免费的赞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说，打工还好过老板，因为打工的话，我就无论你店有没有生意都好，我的薪水还是照出，所以反而就会有一些人想到就是哦，反正我有没有销售不好，是我有薪水出掉，他们没有想到，如果是老板没有饭吃，你又没有饭吃哦，他们就想到哦，没有我就换另外一件这样子，对，真的是不太好。那你是刚刚好啊，你真的又可以做这个很好的店员，然后又在做你喜欢的事情，对，祝你成功，祝你成功。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啊。我知道一个阿辉是不够的，他的想法也不能代表所有马来西亚人、马来西亚华人他们的想法，但是我就希望把这个系列做好，走入深入一个又一个的不同侧面的马来西亚人的内心之中，通过采访的形式呈现出来，然后我们把它给拼起来，整个合集能够看出是什么形成了马来西亚人的个性。